我从台北火急火燎赶回大陆，婆婆大寿前夕，我忙前忙后准备寿宴，心里想着总算能让大家开心一回。可老公的举动却让我瞬间心凉，他竟然只转了200块钱，让我去办一个10人份的寿宴。就这点钱，你看着办吧。他轻描淡写，仿佛200块能变出满汉全席。我当场转身，没说一句话，直接打开外卖软体。当婆家一行人坐等寿宴上桌时，我端上了10份打包好的外卖，微笑着说，就这标准。嘿，朋友，不管你现在是在挤地铁、等咖啡，还是刚放下手头的事想偷个闲，别着急划走。今天的一页故事，刚好能填满你这几分钟的碎片时光。喜欢我的朋友，欢迎点击订阅分享。那我们故事开始。客厅里挂着俗气的寿字拉花，空气里混杂着水果的甜腻和人生的嘈杂。我像个陀螺，在厨房和客厅之间旋转了整整1个上午。切好的水果拼盘端上桌，洗好的茶具续上热茶，还要陪着笑脸应付那些1年见不到2次，却总能对我评头论足的亲戚。小婉真是越来越能干了，就是看着瘦了点。李浩可得好好疼老婆。我听着这些客套话，胃里一阵翻搅。疼我？他们要是知道这场寿宴的总预算只有200块，不知道会作何感想。手机叮的一声，是李浩发来的微信。我点开，荧幕上赫然躺着一个红色的转账提醒，金额200.00元。下面跟着他那句轻飘飘的话，就这点钱，你看着办吧。我盯着那个数字，心脏像是被一只冰冷的手攥住，一点点收紧，连呼吸都带着痛。200块，办10个人的寿宴，他不是在商量，是通知，是命令。他甚至懒得用一个问句。我没有回复，也没有点下那个领取的按钮。我关掉荧幕，胸腔里翻涌的情绪被我死死压住。5年了，这5年婚姻，我像一个不知疲倦的粉刷匠，努力想把这个家粉饰得光鲜亮丽。可李浩总能轻而易举的一盆脏水泼上来，让我所有的努力都变成一个笑话。我转身，没和任何人打招呼，径直走回房间，关上了门，隔绝了外面所有的虚伪和热闹。我打开外卖软体，手指在荧幕上飞快地滑动。麻辣烫，20块1份，带汤带水，量大管饱。我点了10份，备注写着多放辣，多加醋，就像我们现在的生活，又辛辣又心酸。支付成功的页面弹出，我长长地呼出了一口气，那口气带走了我心底最后一点温情和期待。半小时后，外卖小哥的电话打来，我走出去，在众人诧异的目光中，提着10个沉甸甸的塑胶袋，走到了那张红木大圆桌前。婆婆王秀兰正被众人簇拥着，满面红光的准备接受寿星的祝福。小姑子李静拿着手机，准备拍下这其乐融融的一幕。李浩则在一旁，享受着作为孝子的光环。我将塑胶袋一个个放在桌上，然后开始拆。廉价的塑胶餐盒，红油汤底，各种丸子和青菜混杂在一起，散发着一股浓郁又廉价的香气。我把10份一模一样的麻辣烫整整齐齐地摆在每个人面前，然后我抬起头，脸上挂着5年里最标准、最温顺的微笑。开饭了，妈，祝您生日快乐。我说，就这标准。空气瞬间凝固了，前一秒还喧闹的客厅，此刻死一般寂静。所有人的目光都从那些冒着热气的麻辣烫转移到了我的脸上，震惊、不解，然后是愤怒。啪！一声脆响，婆婆王秀兰把手里的象牙筷子狠狠摔在桌上，筷子弹起来，滚落到地上。
他那张画着精致妆容的脸，因为愤怒而扭曲。林婉，你什么意思？他的声音尖利的刺耳。我60大寿，你就给我吃这个？你是存心要给我抹脸是不是？小姑子李静最先反应过来，她没有愤怒，反而是一种看好戏的兴奋。她迅速举起手机，对着满桌的麻辣烫咔嚓咔嚓拍了好几张，然后飞快地打字，发了个朋友圈，看看我歌曲的好媳妇，200块的寿宴，真是勤俭持家呢，就是不知道这麻辣烫合不合我们家亲戚的胃口呀。他的声音不大不小，刚好让在场的每一个人都听得清清楚楚。200块，天啊，怎么可能？亲戚们的窃窃私语像无数根细小的针，扎在我周围的空气里。李浩的脸瞬间从涨红变成了铁青，他感觉自己作为一家之主的尊严被我按在地上，用这10份麻辣烫狠狠地摩擦。他一个箭步冲到我面前，眼睛里燃烧着怒火。你疯了吗？林婉，我妈的脸都被你丢尽了。他吼得很大声，唾沫星子都快喷到我的脸上。我没有躲，我只是冷静的，甚至可以说是冷漠地看着他。然后我拿出我的手机，点开我和他的聊天界面，找到那笔转账记录，我把音量开到了最大。微信转账200元，冰冷的电子女声在寂静的客厅里回荡，清晰无比。我举着手机，荧幕对着所有人。李浩，你给我200，我办200的席面，有问题吗？我的声音不大，却像一把锤子，重重地敲在每个人的心上。刚才还窃窃私语的亲戚们瞬间噤声，眼神在我和李浩之间来回扫视，表情变得异常精彩。李浩的脸色从铁青变成了惨白，他恼羞成怒，一把抓住我的手腕，几乎是拖着我，把我拽进了卧室。门砰的一声被甩上。你非要今天闹是不是？他压低了声音，但那声音里的愤怒像是快要溢出来。不就是钱吗？至于吗？你就不能先垫上，等回头我再给你？非要当着所有人的面打我的脸。我看着他因为愤怒而有些狰狞的脸，内心一片冷笑。又是这样，永远都是这样。我的付出是理所当然，我的委屈是小题大做。我想起半年前，我发高烧到39度，浑身无力，让他送我去医院。他说公司有急事走不开，让我自己打车去。结果我一个人在医院挂水的时候，刷朋友圈，看到小姑子发了张照片，配文是全世界最好的哥哥，知道我想喝城西那家奶茶，开车几10公里给我送过来。感动。照片里，李浩笑得一脸灿烂，手里提着那杯奶茶，背景就是小姑子家的社区。那一刻，我的心就已经凉透了。我抽回自己的手，看着眼前这个我曾经深爱过的男人。要去道歉你去，要去楼下饭店订一桌，钱你出。我一字一句清晰地告诉他。他以为我服软了，脸上怒气稍缓，开始用他一贯的说教口吻，你现在去跟大家说你就是开个玩笑，这事就算过去了，别闹得大家都不好看。我看着他的眼睛，那里面没有一丝一毫的愧疚，只有不耐烦和自以为是的掌控。我忽然觉得很没意思。另外，我平静地补充道，这日子我不过了，我们离婚吧。离婚2个字像一颗深水炸弹，在李浩的脑子里轰然炸开。他愣住了，足足3秒，那张自以为是的脸上第一次出现了真真切切的错愕。你说什么？他掏了掏耳朵，仿佛不敢相信自己听到了什么。林婉，你别跟我来这套，我知道你今天受了委屈，但你也不能拿离婚当气话。
她开始放软语气，试图来拉我的手。好了好了，是我的错，我不该只给你200块。我这不是最近手头紧吗？你先去跟大家道个歉，这事儿就算翻篇了。啊！我甩开她的手，只觉得一阵恶心。门外，婆婆王秀兰的哭嚎声适时地响了起来，穿透了薄薄的门板。我这是造了什么孽啊？辛辛苦苦把儿子拉扯大，给他娶了媳弟妇，到头来我过个生日，连口热饭都吃不上，还要被儿媳妇指着鼻子骂。我不活了！她的哭声抑扬顿挫，充满了戏剧的张力，仿佛不是在自己家，而是在某个苦情戏的舞台上。门砰的一声被撞开，小姑子李竟像一头被激怒的斗牛，红着眼睛冲了进来，一根手指几乎要戳到我的鼻尖上。林婉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敢这么跟我妈说话？你吃我家的，住我家的，花的每一分钱都是我哥挣的，现在翅膀硬了，还想离婚分财产？我告诉你，做梦！他的声音又尖又利，每一个字都带着刻骨的鄙夷。我没有理会他的叫嚣，我的目光落在了他那只因为激动而挥舞的手腕上，那上面带着一只明晃晃的新款金手镯，在灯光下闪着刺眼的光。我记得这个款式，上周我还在商场的专柜看到过，价格牌上清清楚楚地写着21888。我心中猛地一动，一个被我忽略的细节瞬间清晰起来。我瞥了他一眼，然后将目光转向眼神躲闪的李浩。我冷冷地问他，你给你妈的寿宴200块，给你妹买这个金手镯，花了多少钱？李浩的眼神瞬间慌乱起来，他支支吾吾的，半天说不出一句话。我那是……小姑子李静却完全没有意识到危险的来临，她以为我在嫉妒，炫耀似的举起手腕，把那只金镯子在我眼前晃了晃。怎么？羡慕了？我哥给我妈买的生日礼物，2万块，这叫孝心，不像有的人一毛不拔，还想在这里作妖。我笑了，原来是孝敬婆婆的礼物，却戴在了小姑子的手上。这家人真是把虚伪2个字演绎到了极致。我没有再跟他们争辩，我默默地拿出手机，解锁荧幕，在他们没有察觉的时候按下了录音键。然后我抬起头，目光像一把手术刀，精准地剖开他们虚伪的表象。我平静地问李浩，声音不大，却足以让录音设备清晰地捕捉到。李浩，我再问你一遍，你是不是用我们的夫妻共同财产，给你妹妹李静买了这个2万块的金手镯？李浩的脸色瞬间大变。门外，婆婆的哭声也戛然而止，她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，像一头发疯的母狮冲了过来，伸手就想抢我手里的手机。你录了什么？给我删了！你这个毒妇，你还想算计我们家？李浩也反应过来，配合着他妈，一左一右地向我逼近，企图抢夺我手中的罪证。我早有防备，后退一步，将手机紧紧护在怀里。抢啊！我看着他们，眼神冰冷。你们今天要是敢动我一下，我就直接报警，告你们抢劫、故意伤人。我的冷静让他们2个都愣住了，他们习惯了我逆来顺受的样子，却没想过兔子逼急了也会咬人。李浩抢夺失败，气急败坏地吼道，那是我孝敬我妈的钱，是我自己挣的钱，跟你林婉有什么关系？婆婆王秀兰立刻像找到了主心骨，马上接话，声音比刚才哭嚎时还要洪亮。对，我儿子的钱，他想怎么花就怎么花，他孝敬我的钱，我愿意给我女儿买个镯子戴，你管得着吗？你一个外人，有什么资格指手画脚？小姑子李静也挺直了腰板，
一脸的理所当然，就是我哥的钱就是我家的钱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你一个不挣钱的家庭主妇，全靠我哥养着，还好意思在这里叫唤？他们一家人迅速统一了口径，一场关于寿宴的闹剧瞬间演变成了一场针对我的道德审判。婆婆指责我不孝，说我连她生日都不上心，是个白眼狼。小姑子讽刺我拜金，说我看到她有金手镯就眼红，心里阴暗。而我的丈夫李浩则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，痛心疾首地批判我无理取闹，不懂事，不体谅她的辛苦。林婉，我真是看错你了，我辛辛苦苦在外面挣钱养家，你就这么回报我的？你就不能让我省点心吗？我看着他们3张因为激动而扭曲的脸，听着那些颠倒黑白的指责，一言不发。我的心在那一刻彻底死了，哀莫大于心死。我默默地将那段充满了他们丑陋嘴脸的录音保存，然后上传到了云盘，多重备份，万无一失。李浩见我油盐不进，以为拿捏住了我的软肋，开始发出最后的通牒：林婉，你别后悔，离了婚你算什么？你一个脱离社会5年的家庭主妇，你连工作都找不到，你拿什么生活？他的话像一把钝刀，一下一下地割着我的心。是啊，我为了他放弃了外企的晋升机会，我为了备孕辞掉了我热爱的工作。这5年，我成了他口中那个不挣钱的人，成了他们全家可以随意使唤的免费保姆。我所有的付出和牺牲，在他眼里一文不值。我看着这个我曾经爱了整整5年的男人，心中最后一点温情也随着他这句刻薄的威胁烟消云散。我悄悄地用另一只手打开了我的另一个微信，那是我用来经营我美食博主账号的微信。置顶的运营群里，一条新消息刚刚弹出，是我的经纪人发来的：林姐，牛逼，上个视频爆了，全平台播放量破3000万，有个一线厨具品牌找过来，广告报价已经到6位数了，合同我发你邮箱了。我关掉手机，抬起头，重新看向面前这3个自以为是的人，我的眼神里带着他们永远也看不懂的怜悯。在他们眼里，我是依附他们才能生存的藤蔓，他们却不知道，我早已长成了可以为自己遮风挡雨的参天大树。那天晚上，我没有再跟他们说一句话。在他们自顾自地去楼下饭店补救那场丢脸的寿宴时，我拖着一个行李箱，平静地回了娘家。李浩给我发微信，语气里还带着施舍般的宽容：气消了就早点回来，家里不能默认。我看着那条资讯，只觉得可笑。我没有回复，直接将他拉黑。第2天，我用我的美食博主账号林小婉的美食厨房发布了一个新的视频，视频的标题是如何用200元搞定一桌体面又美味的10人宴。视频里没有我的人，只有我的一双手。我用最常见的食材，土豆、鸡胸肉、豆腐、青菜，通过精湛的刀工和巧妙的烹饪技巧，将它们变成了一道道堪比星级酒店的精美菜肴。土豆可以做成金黄酥脆的宝塔肉，鸡胸肉可以拆成细如发丝的鸡丝凉面，普通的豆腐也能雕刻成一朵盛开的白莲。视频的最后，我用漂亮的字体打上了一行字幕：心意从来不在于价格的昂贵，而在于用心的程度。这句看似温和的话，是对那场200元寿宴最狠、最体面的暗讽。我的账号本就有100万粉丝，这个视频精准地踩中了勤俭持家和生活美学的爆点，加上平台的主动推送，视频迅速发酵，短短几小时就冲上了热门。评论区里一片赞叹：这是什么神仙厨艺？给博主跪了！
同样是200块，我只能买10份麻辣烫，博主却能做出一桌满汉全席。学到了，学到了，下次婆婆生日就这模办。我看着那条麻辣烫的评论，笑出了声。而此时的李浩和他的家人，还对我这边的风起云涌一无所知。李浩打了几个电话过来，发现被我拉黑后，又换他妈的手机打。电话一接通，就是王秀兰理直气壮的命令：林婉，你闹够了没有？赶紧给我滚回来做饭，家里一堆活儿没人干呢。我一句话都莫说，直接挂断，然后将他和李静的手机号一并拉黑。世界清静了，我联系了前同事介绍的，本市最擅长打离婚官司的张律师。我把录音和这几年的转账证据发给了他。张律师听完我的叙述，给出了非常专业的意见。李太太，您放心，李先生在婚内频繁单方面的将大额夫妻共同财产赠与给他的妹妹，总额高达30多万，这已经构成了非常明确的恶意转移财产行为。在法庭上，这笔钱不仅要追回，您还可以此为由，要求在分割其他财产时，让他少分或不分。有了律师的定心丸，我开始执行我的第2步计划，釜底抽薪。我算好李浩上班的时间，直接在网上下单了一家搬家公司。2个小时后，我带着3个膀大腰圆的搬家师傅，回到了那个我住了5年的家。我什么都没说，直接从抽屉里拿出一沓厚厚的发票。师傅，这台冰箱是我买的，搬走。这个沙发是我买的，搬走。主卧的床和床垫也是我买的，搬走。还有客厅的电视、餐厅的餐桌、书房的电脑，所有这些发票上的东西全都搬走。当初结婚时，李浩加出了首付，说装修和家电就该我们女方负责。为了省钱，也为了我们的小家能更温馨，我几乎是用我做博主赚来的所有私房钱，一点一点地置办了这些东西，每一件都有发票，都有我的付款记录。李浩和婆婆大概做梦也想不到，他们眼中那个吃白饭的家庭主妇，才是这个家真正的物质贡献者。1个小时后，当搬家公司的货车开走，那个原本温馨的家变得空空荡荡，像一个被洗劫过的毛坯房，只剩下一些零散的他们自己买的旧家具，孤零零地立在原地，显得无比滑稽。傍晚，李浩和王秀兰下班回家，当他们打开门，看到眼前这几乎被搬空的家时，2个人彻底傻眼了。李浩的电话几乎是立刻就打了过来，不是打我的手机，因为他知道他被拉黑了，他打到了我妈那里。接通后，劈头盖脸就是一顿破口大骂：林婉，你这个疯婆子，你把家里的东西都搬到哪里去了？你是不是想死？他的声音因为极致的愤怒，在电话那头都变了调。我从我妈手里接过电话，语气平静得像是在谈论天气。李浩，有事吗？我的平静显然更加激怒了他。有事吗？你问我有什么事？你把家都搬空了，你还问我有什么事？林婉，我告诉你，你马上把东西给我搬回来，不然你怎么样？我打断他，声音里带着一丝嘲讽。要来打我吗？还是要去法院告我？我没有给他继续咆哮的机会，直接把电话递给了我身边的张律师。张律师，麻烦您了。张律师接过电话，声音专业而冷静。是李浩先生吗？你好，我是林婉女士的代理律师，我姓张。关于您提到的搬空家的问题，我需要向您澄清一下。我的当事人林婉女士只是搬走了她的婚前个人财产，以及由她个人出资购买的婚后财产，所有物品均有发票和付款凭证。
如果您对此有异议，或者认为您的个人财物有丢失，我们建议您报警处理。电话那头沉默了。张律师继续以一种不带任何感情的语调投下第二颗炸弹。另外，李先生，我在此正式通知您，我们已经掌握了您在婚内涉嫌非法转移夫妻共同财产高达30余万元的切实证据。我们已经向法院提起了离婚诉讼以及财产保全申请，法院的传票很快就会送到您的手上，请您做好准备。啪，电话被挂断了。我能想象到李浩此刻的表情，一定是精彩绝伦。他开始恐慌了。他公司最近资金链紧张，正准备进行一轮新的融资。他还指望着我爸妈之前口头承诺过的一笔50万的投资，来帮他渡过难关。现在，别说投资了，他不被我爸妈打断腿就算好的。果然，第二天，他开着他那辆宝马，直接冲到了我娘家楼下，试图上演一出浪子回头求原谅的苦情戏。结果，被我爸拿着扫帚，直接从院子里赶了出去。我爸妈也是这时候，才从我口中，完完整整地知道了这5年来我受的委屈。我爸气得当场就把手里的茶杯摔了。我妈抱着我，眼泪就没停过。他们只有一句话：离，必须离。我家的女儿，不是给他们家当牛做马的。我们养你一辈子。父母的坚定，是我最犟的后盾。而李浩那边，麻烦才刚刚开始。他公司的一个同事，恰好是我的粉丝。当他刷到我那条200元宴席的爆款视频时，惊讶地发现，视频里那个精致又熟悉的厨房，不就是他老板李浩家的吗？虽然视频里的博主没有露脸，但那声音，那身形，怎么看都像是老板娘林婉。他把视频转发到了公司内部的大群里，配上了一句：我们李经理家也太牛了。老板娘居然是100万粉丝的美食博主林小婉，深藏不露啊！一旦激起千层浪，整个公司群都炸了。卧槽，林小婉是我女神啊！我天天看她视频下饭。真的假的？李经理的老婆这么厉害，难怪李经理天天春风得意的，娶了个会下金蛋的母鸡啊！李浩看到群里的消息时，整个人都懵了。他疯了一样的去搜索林小婉的美食厨房这个账号。当他看到那个熟悉的头像，看到那几十万、上百万的视频播放量，看到置顶视频里那数不清的广告合作品牌时，他彻底傻了。他眼中的那个只会做饭、做家务、花他钱的家庭主妇，赚钱能力竟然远远超过了他这个洋洋自得的小公司经理。这个认知比让他亏掉100万还要让他难以接受。婆婆和小姑子也很快从亲戚的口中知道了这件事。他们的第一反应不是为我高兴，更不是对自己过去的所作所为感到愧疚，而是极致的嫉妒和贪婪。王秀兰在电话里对我妈尖叫，她赚那么多钱，她凭什么不拿出来给家里用？她是不是早就存了私心了？这个有心计的女人。李浩也终于撕下了他所有的伪装，他开始疯狂地给我发短信，因为我的微信和电话都打不通，态度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。老婆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，我不该那么对你，我不该看不起你，你回来好不好？我们不离婚了。小婉，我知道你辛苦了，是我混蛋，是我瞎了眼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一定改。钱的事情都是我的错，那个手镯，我明天就让李静还给你，你别生气了，我们还像以前一样，好不好？我看着那些卑微又可笑的文字，面无表情的，一条一条，全部删除。晚了，一切都太晚了。对于李浩迟来的充满算计的道歉，我的内心没有一丝波澜。
我直接拒绝了任何形式的沟通，一切交由律师处理。开庭的日子很快就到了，但在开庭前，婆婆王秀兰和小姑子李静又给我上演了一出闹剧。他们打听到了我租的新公寓地址，直接跑到楼下堵我。一见到我，王秀兰就扑通一下坐在地上，开始拍着大腿哭天抢地，没天理了，儿媳妇出名了，有了几个臭钱，就要甩了我儿子，连我这个老婆子都不认了。李静则在一旁拿着手机录影，嘴里还不停地煽风点火，大家快来看啊！这个女人就是网上那个美食博主林小婉，人前岁月静好，人后逼走婆婆小姑，蛇蝎心肠啊！他们的表演很快吸引了社区里不少人围观。我没有跟他们争吵，我只是冷冷地看着他们，然后拿出了手机，拨打了110。喂，远景同志吗？我在某某社区，有人在这里寻衅滋事，严重影响了我的正常生活，还对我进行诽谤和人身攻击。远景来得很快，当王秀兰和李静被远景带走，并被严肃警告不得再进行任何形式的骚扰时，他们脸上的表情比吃了苍蝇还难看。法庭上，气氛庄严肃穆。李浩请的律师是个看起来很精明的中年男人，他一上来就试图将我的博主收入定义为性质不明的灰色收入，以此来削弱他在财产分割中的权重。我的当事人李浩先生常年在外工作，对林婉女士从事网络直播、获取打赏等行为并不知情，而且这种所谓的网红收入缺乏稳定性，也缺乏合法的税务证明，不应被视为稳定的夫妻共同财产。他还将李浩转给小姑子的30多万，轻描淡写地辩称为基于家庭成员之间的亲情赠与，是合乎情理的家庭内部资助行为。他的话音刚落，我的律师张姐就站了起来，她没有急着反驳，而是不紧不慢地向法官呈上了一份厚厚的档。法官大人，这是我的当事人林婉女士过去3年所有博主收入的银行流水，她与所有广告商签订的正式商业合同，以及每一笔收入的个人所得税完税证明，她的每一分钱都清清楚楚，合法合规。张律师顿了读，目光锐利地扫向对面的李浩。至于所谓的亲情赠与，我们也准备了一些东西。他打开了投影，荧幕上出现的是李浩和李静的微信聊天记录，记录被一条一条地展示出来。哥，我看上一个香奈儿的包，最新款，才5万多。哥，我跟闺蜜想去趟马尔代夫，你赞助一下呗。哥，我没钱花了，你再给我转5000。而李浩的回复永远是那么慷慨，买，去，哥给你报销。好，马上转你。其中最刺眼的一条是，李浩对李静说，有哥在，你什么都不用愁，哥就是你的提款机。聊天记录的最后，张律师还附上了一份李静近2年的消费账单，名牌包、奢侈品、高档餐厅、海外旅游，总支出远远超过了一个无业游民所能承担的范围，证据确凿，无可辩驳。轮到我作为证人出庭，我站起来，看着法官，也看着对面脸色已经发白的李浩。我平静地将这5年的婚姻生活，像讲一个别人的故事一样，娓一娓道来。从我如何放弃事业，到我如何操持家务，再到寿宴那天，那2200块钱和那10份麻辣烫带来的压倒性的羞辱。我的叙述里没有眼泪，没有控诉，只有一种深入骨髓的疲惫和失望。最后，我说，法官大人，我还有一份特殊的证据想要提交。我将一个 U 盘交给了法警。很快，法庭的荧幕上播放出了一段视频，视频的画面有些晃动，
显然是偷录的。画面里是婆婆王秀兰和小姑子李静，正坐在他们家那空荡荡的客厅里，商量着什么。只听见李静兴奋地说：“妈，我打听过了，林婉那个账号，现在可值钱了，一条广告就几十万。等哥跟他离了婚，我们必须把这个账号的使用权给抢过来。毕竟他火起来的视频，都是在我们家拍的。这房子我哥也出了首付，凭什么好处都让他一个人占了？”婆婆王秀兰连连点头，脸上是毫不掩饰的贪婪。对，你哥说的对，她一个女人，要那么多钱干什么？最后还不是便宜了外人？这账号必须拿回来。这段视频一出，全场哗然，旁听席上发出一阵压抑不住的惊呼。法官的脸色变得异常严肃，而李浩和他母亲、妹妹的脸色在那一刻惨白如纸。小姑子李静大概是狗急跳墙了，她不甘心就这么输掉一切。庭审结束后的第二天，她把我之前报警，远警带走她和婆婆的监控片段，进行了恶意的剪辑。视频里只剩下我和我妈安然无恙地站着，而她和婆婆则被远警粗暴地推上警车，显得无比可怜和无助。她把这段视频发到了网上，配上了一段极具煽动性的文字。百万粉丝美食博主林小婉人设崩塌，成名后抛弃糟糠之夫，将亲婆婆送进警察局，背后真相令人发指。她还花钱雇了水军，在各大平台疯狂转发，试图引导舆论对我进行网暴，想用道德的枷锁把我彻底毁掉。一时间，我的社交账号下涌入了无数不明真相的谩骂和攻击。真没想到你是这种人，取关了，太恶心了，连婆婆都容不下，这种女人谁敢娶？红了就飘了，果然人品不行。面对这突如其来的网络暴力，我没有做任何回应，因为我知道，跟一群被煽动的人争辩，是这个世界上最愚蠢的事情。让我意外的是，我的粉丝们，那些每天在荧幕另一端看我做饭、听我说话的陌生人，却自发地组织了起来。他们像一群训练有素的侦探，开始在我过往的几百个视频里寻找蛛丝马迹。姐妹们，我发现了，小婉姐的手机用了3年都没换，看手机壳都磨花了。我也发现了，她视频里出镜的那个烤箱是个很平价的国产品牌，我家里也有一台同款。还有她穿的围裙，有一期视频里袖口都破了个小洞，她还缝了补丁继续穿。一个广告几十万的博主会过得这么节俭，这里面肯定有事。粉丝们的反击像一股清流，冲散了水军带来的污泥浊水，而我的律师事务所则在此时投下了一颗真正的重磅炸弹。他们直接发布了一封措辞严厉的律师函，点名警告了李静的诽谤行为，并保留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。同时，律师函的附件里公布了部分经过脱敏处理的庭审证据。第一章是李浩给我转账200元的截图，第二章是小姑子手上那个2万块金手镯的发票，第三章是一段音频，内容正是寿宴当天李浩一家人对我进行道德审判的录音。第四个，也是最致命的，就是那段婆婆和小姑子商量着要抢夺我账号的视频。证据链条完整、清晰，无可辩驳。舆论在瞬间反转，之前骂我骂得最凶的那些人，此刻像是被狠狠地扇了一耳光。井号200元寿宴，井号井号现实版樊胜美哥哥，井号井号贪得无厌的一家人，井号这几个词条以一种爆炸性的速度冲上了各大平台的热搜榜。李静那条颠倒黑白的视频下面，评论区彻底沦陷。我靠，
反转了，200块钱办寿宴，这男的也太极品了吧！妹妹带着2万的金镯子，嫂子办寿宴只有200预算，真是闻所未闻。最恶心的是还想抢人家博主的账号，这一家子是吸血鬼吗？简直刷新我的三观。愤怒的网友们扒出了李静和李浩所有的社交账号，甚至连他们的工作单位和电话都被人公布在了网上。小姑子李静被冠上了寄生虫、当代巨婴的名号，她的社交圈一夜之间彻底崩溃。而李浩所在的公司本来就因为融资问题焦头烂额，现在又被卷入这种全网关注的负面丑闻里。公司高层为了自保，迫于巨大的舆论压力，当天就发布了声明，宣布与李浩解除劳动合同。他们想用舆论毁掉我，结果却引火焚身，被自己点燃的舆论浪潮彻底吞没。李浩失业了，像一只被戳破了的气球，瞬间就瘪了下去。他彻底慌了，他开着他那辆还贷款的宝马，跑到我公司楼下，像个幽魂一样等着我。看到我从写字楼里走出来，他立刻冲了上来，一把抓住我的胳膊，脸上是前所未有的恐慌和卑微。小婉，我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你原谅我，我们重婚好不好？他甚至不顾来往路人的目光，扑通一声就跪在了我的面前。我跟他们断绝关系，我跟王秀兰，跟李静，以后老死不相往来，只要你回来，只要你肯回到我身边。他声泪俱下，表演得极其卖力。我看着他这副拙劣的样子，只觉得一阵反胃。断绝关系，如果我还是那个一无所有的家庭主妇，他会说出这种话吗？不会，他只会像丢垃圾一样把我丢掉，然后心安理得的继续当他的好儿子、好哥哥。他爱的从来不是我，而是我的价值。过去是我的保姆价值，现在是我能为他带来的巨大的商业价值。李浩，我抽出我的胳膊，声音冷得没有一丝温度。我不仅要离婚，我还要你赔偿我这5年来的精神损失费。他的表演戛然而止，他抬起头，难以置信地看着我，仿佛我是个什么怪物。最终的判决很快就下来了，法院完全支持了我的所有诉讼请求。婚内共同财产我占70%，李浩恶意转移的30多万必须全额返还，另外他还需额外赔偿我精神损失费10万元。所有的诉讼费用由败诉方，也就是他，一力承担。拿到判决书的那一刻，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，这场长达5年的噩梦终于画上了一个句号。李浩的人生则彻底跌入了谷底，名声扫地，被行业拉黑，他再也找不到像样的工作，只能去打一些零工，勉强维持生计。那辆他视若珍宝的宝马车，因为还不上贷款，很快被银行拖走了。小姑子李静失去了经济来源，又被所有的朋友排挤，只能灰溜溜地搬回家里，继续啃老。婆婆王秀兰看着一事无成的儿子和只会伸手花钱的女儿，天天在家里以泪洗面，争吵不休。家里那点本就不多的积蓄很快就被消耗殆尽，整个家真正成了一个鸡飞狗跳的战场。之前那些在寿宴上看笑话的亲戚，现在都像躲瘟神一样躲着他们家走。李浩终于亲身体会到了什么叫做众叛亲离，而这一切都是他自己亲手造成的，他活该。小姑子李静是不可能甘心过苦日子的，他看着我在网络上风生水起，事业蒸蒸日上，嫉妒的眼睛都红了。于是他做出了一个愚蠢的决定，他要模仿我，也要当博主。他注册了一个账号，
学着我的样子拍视频，但他既没有我这样的厨艺，也没有我这样的耐心。他拍的视频内容空洞乏味，不是炫耀他那些已经过时了的名牌包，就是画着拙劣的妆容，对着镜头搔首弄姿。视频发出去，不仅没有涨粉，反而引来了网友们成片的群嘲。这是哪里来的妖魔鬼怪？想红想疯了吧？东施效颦，也不看看自己几斤几两，跟林小婉比，你连提鞋都不配，还在炫富，你哥都快破产了，你知道吗？寄生虫，她之前交往的那个富二代男友，在看到网上的新闻后，第一时间就跟他撇清了关系，发信息嘲讽他就是个扶不起的阿斗，然后拉黑了他所有的联系方式。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是催债公司的电话。他之前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，透支了大量的信用卡，还欠下了不少网贷。现在利滚利，已经是一笔他和他那个家根本无力偿还的巨款。走投无路之下，他竟然想到了来找我。他托人传话，说只要我肯帮他还清债务，他可以开直播，当着全网的面给我下跪道歉。我听到这话，只觉得荒谬。我让公司的助理直接把他拦在了门外，连一面都未曾见。几天后，我发布了一条新的视频，视频的内容和我以往的美食主题完全不同。那是我去西部山区参加一个公益活动时拍摄的。我资助了10个因为家庭贫困而面临辍学的女童，让她们能够重返校园。视频的最后，我没有露脸，只是站在一片金色的油菜花田里，对着镜头，用我自己的声音说了一段话。我一直认为，女性的价值从来不是依附于谁，更不是来自于婚姻和家庭，而是来自于我们自身的独立、坚韧和强大。我们可以创造美，可以创造财富，更可以去帮助其他需要帮助的女性，让这份力量传递下去。这条视频再次爆火，它所传递出的正能量和价值观，为我的事业和口碑都推上了一个全新的台阶。李静是在他那个阴暗杂乱的房间里，用他那张荧幕碎裂的手机刷到我这条视频的。他看着视频里那些女孩们拿到新书包时脸上露出的灿烂笑容，再看看自己因为被催债而东躲西藏、狼狈不堪的处境，他终于彻底崩溃了。他把手机狠狠地摔在地上，蹲在角落里，发出了野兽般的嚎啕大哭。他的公主梦碎了，碎得彻彻底底。家里的争吵和贫困像2座大山，压垮了婆婆王秀兰的身体。她高血压犯了，一天夜里晕倒在了客厅。被送到医院后，李浩和李静为了谁该出医药费，谁该留在医院照顾的问题，当着整个病房的人大吵了一架，互相推诿，丑态百出。李浩说自己没钱，工作也丢了。李静说自己一个女孩子根本不会照顾人。最后还是护士看不过去，呵斥了他们几句，他们才勉强凑了点钱，交了住院费。婆婆王秀兰虚弱地躺在病床上，听着自己一双引以为傲的儿女为了钱而进行的激烈争吵，眼角流下了浑浊的泪水。她忽然想起了以前她有个头疼脑热，哪怕只是小感冒，林晚都会默默地守在床边，给她端水喂药，煲好热气腾腾的鸡汤，一勺一勺地喂给她喝。那时候她觉得一切都是理所当然，儿媳妇不就是该干这些的吗？直到今天，她才真正明白，那个被她视为外人、视为保姆的儿媳妇，才是这个家里唯一真心对她好的人。她后悔了，她托一个远房亲戚带话给我，说她知道错了，
说他对不起我，想在临死前再见我一面。我拒绝了，我不是圣母，有些伤害一旦造成了，就永远无法弥补，破镜不可能重圆。我只是以一个前儿媳的名义，匿名的往他的住院账户里打了5万块钱，这是我能做的，最后的，也是唯一的。仁至义尽。出院后，婆婆的身体大不如前，她想让李浩接她过去一起住，方便照顾。李浩却嫌她啰嗦，嫌她病弱，是个累赘，找各种借口推脱。小姑子李静更是直接，说自己连自己都养不活，哪有精力去照顾一个病人。婆婆这才彻底看清，她当成天当成宝的儿子和女儿，爱的从来不是他这个人，他们爱的只是他的无偿付出和他能为他们带来的好处。当他失去了利用价值，他就被弃之如敝屣。他一个人守着那间被我搬空了的冷冰冰的旧房子，终日与悔恨和孤独为伴。他的晚景注定凄凉。李浩在经历了失业、离婚、名誉扫地、众叛亲离之后，彻底颓废了。他像一滩烂泥，失去了所有的精气神，但他还是不甘心。他最后一次来我公司楼下等我，那天我刚和一个重要的合作伙伴开完会，正准备离开，他看到我从一辆黑色的宾利上下来，我的身边还站住一个身材挺拔、气质儒雅的男人，那是我的事业合伙人，也是我新的约会对象周明谦。李浩的眼睛瞬间就红了，他像一头被激怒的公牛，不管不顾地冲了上来，挡在我的面前，用一种极其屈辱的眼神瞪着我。林婉，你是不是早就跟他搞在一起了？你是不是早就出轨了？他试图用这种最肮脏的揣测来为自己的失败找一个借口。我还没开口，身边的周明谦只是淡淡地瞥了他一眼，那眼神平静，却带着一种不容置喙的强大气场。李浩后面的话就那么卡在了喉咙里，一个字也说不出来。在周明谦这样真正的精英面前，他那点可怜的自尊和虚张声势简直不堪一击。我看着李浩那张因为嫉妒和不甘而扭曲的脸，平静地开口，李浩，你从来没有真正关心过我的世界，所以你永远不会懂，你失去的不是一个妻子，而是一个本可以和你并肩作战、共同抵御风雨的盟友。现在我们两不相欠了。我的话像一把钥匙，打开了他记忆的闸门。他忽然想起了我们刚结婚的时候，那时候我的眼睛里也闪着光。我兴致勃勃地跟他讨论我的职业规划。我说我想考下注册会计师，我想进顶级的会计师事务所。他是怎么回答我的？他说，女人家家的，别操那么多心，你的事业就是把家庭照顾好，挣钱的事有我。他亲手折断了我的翅膀，然后又在我自己艰难地长出新的翅膀，准备高飞的时候，嫌弃我飞得太高，脱离了他的掌控。何其可笑！他看着我自信从容的背影，看着我身边那个能与我平等对话、眼神里满是欣赏的男人，他终于后知后觉地意识到自己到底失去了什么。他想起了那200块钱，想起了那10份打包好的外卖，那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，也是他亲手把我从他生命里彻底推开的证明。他再也支撑不住，沿着墙壁缓缓地蹲了下去，像一个被全世界抛弃的孩子，在这繁华的都市街头嚎啕大哭。我的美食品牌在周明谦的帮助下成功获得了 A 轮融资，我成立了自己的公司，从一个单打独斗的博主
变成了一个真正的女企业家。公司的庆功宴上，我穿着一身干练的白色西装，举起酒杯，感谢我的团队，感谢我的投资人，也感谢那段让我痛不欲生，也让我脱胎换骨的过去。台下，我爸妈看着我，眼眶湿润，脸上是满满的骄傲。宴会结束后，我收到了李浩发来的最后一条资讯，只有短短的一句话：祝你幸福。如果当初没有如果了。我看完，面无表情的删除了整个对话框。我的人生再也不需要如果。我和周明谦并肩站在公司顶楼的落地窗前，看着脚下这座城市的万家灯火，璀璨如星河。他侧过头，温柔地问我在想什么。我笑了笑，转头看他，眼里的光比窗外的星光还要亮。在想今晚吃什么。生活的本质不就是好好吃饭，好好爱人，好好的过好每一天吗？我终于找回了那个热爱生活，也值得被这个世界温柔以待的自己。我的人生早已不是那个狭窄油腻的厨房，而是眼前这片广阔无垠的星辰大海。如果你喜欢今天的故事，不妨把它分享给身边的人，让一份小温暖变成2份、3份。下一期一页故事，我们还会带来新的一页惊喜，可能是关于梦想，关于陪伴，也可能是关于不期而遇的感动。记得准时来赴约，咱们下期不见不散。